大家好，现在我们前往大沼泽地国家公园最南端的火烈鸟游客中心，也是我们计划玩的3个景点最下面的一个圆圈。老公，在这儿的看点是什么呢？从门口开进来要开1个小时，当然它看点就比较多一些，也就值得来一次。想玩水的话呢，它有几个选项。那一个呢是一个船屋，它公园里面有几个船屋可以出租的。正面看到的就是船屋。那么还有一个选项呢，就是坐它的小的游船，在水上游览。那还有一个选项呢，就是租一个皮划艇，自己去划。那皮划艇的话呢，它又有2个不同的方向可以去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沿着这个河向公园北边走。那么另外一个选项呢，就是很快就可以看到它一个入海口，从入海口呢就直接去墨西哥湾去划。鸟窝最著名的就是穿红衣服上面那个，还有絮絮的，那个是个鸟窝，对，是一个很著名的鸟窝。很著名。对，就是到这个岛上呢，到这儿来必须要看那个鸟窝。现在看不见。到这个港口的话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赏项目，就是看海牛。这个海牛呢，正式的名称应该叫西印度海牛。这个水里可以看到许多海牛，但是只是露一下脑袋，呼吸一下就沉下去了，看不到全貌，所以在网上搜了一下全身图。这有个航拍的照片，更容易的显示出它港口的大体的个位置。那可以看呢，墨西哥湾的这个地方呢，水比较浑，然后它有水坝拦起来，这个地方呢，水相对来讲比较清一些。那也可以看得到呢，就是说它这个游客中心实际上区域还是挺大的。我们现在站的是国家公园最南边了。从这里看到远方有一些岛屿。正对着的是古巴方向。我们再向里面开，去看一下它的露营地。这个露营地有什么特别的吗？挺有特点的。第一个呢，公园本身就有帐篷，那么适合又想住帐篷，但是呢自己家里面又没有帐篷的这样的家庭。那么另外一个，它的帐篷呢，它叫生态帐篷。第二个特点呢，露营地就在海边，帐篷呢就直接搭在海滩边上，拿出杆子就可以钓鱼。你可以看到海边是有人在钓鱼的。看来以后还可以再来一次，干脆住帐篷钓鱼算了。你钓鱼的瘾真是大呀，走哪都不忘钓鱼。这才是火烈鸟的访客中心，现在正在维修，进不去，所以我们只是在外边看看景色。看看大沼泽地这些特有的景象，是不是很熟悉呢？据说不管是专业还是业余的摄影爱好者，都喜欢到这里来拍照，所以这样的镜头时不时地出现在杂志上或电脑屏幕上。谢谢大家收看，
欢迎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再见。